心情逐渐多来，爱感叹。望着你那像酒醉，茫茫马就在回味。我甲你是甜蜜，小酒尽量换来归。很多人刷英雄本色只记住小马哥双枪开战的潇洒镜头，却很少读懂核心内核。片中3位主角从头到尾全是在不断失去，输掉拼半生闯出来的江湖地位，丢掉男人安身立命的尊严，就连血脉相连最看重的亲情也碎得彻底。可有意思的是，恰恰在他们输得一无所有，走投无路的时候，骨子里那股绝不认输的韧劲才真正配得上英雄二字。咱们顺着影片剧情细细拆解，当年身在香港的小马突然收到消息，自己最敬重的大哥宋子豪在台湾遭人设局抓捕，他没有半点迟疑，立刻动身赶往台北。街边报纸头条印着刺眼的黑吃黑，狠狠戳在他眼里。小马打心底不信重情重义的大哥会落得这般下场，当场下定决心，一定要替宋子豪讨回公道。转头就去找了道上的汪先生。这里分享我的一点个人理解，很多观众疑惑汪先生主动提出派人搭把手，小马为什么直接回绝？这根本不是单纯爱逞强，是他坚守一辈子的江湖底线，自家兄弟惹下的恩怨，外人不能插手。这份道义是小马绝不妥协的原则。江湖道义现在已经不存在了，身边的人没有一个可以相信。小汪这个废物是我的亲侄子，居然连我也出卖了。他勾结香港的新势力，企图谋夺我的生意。宋子豪就是这样被他陷害的。在道义上，我们绝对尊重讲信义的朋友，但是绝不纵容出卖朋友的人。汪先生把反派生番的藏身地点风林阁透露给了小马，接下来这段枪战戏直接被收录进世界电影史册。吴宇森设计的拍摄手法，往后几十年无数导演争相模仿，镜头采用双线交叉剪辑，一边小马搂着女人慢悠悠穿过走廊，看着散漫轻浮，趁旁人不注意悄悄把一把手枪藏进走廊花盆。另一边包房里一众反派推杯换盏，吃喝玩乐，完全没察觉到危险已经堵在门外，一松一紧的节奏来回拉扯，把压抑的氛围感拉到极致。我一直觉得这种暴风雨前夕的平静铺垫远比直白开打更有层次感。等女人离开，小马独自站在包房门口，周润发这段神态转换完全是演技范本，前一秒还是玩世不恭的浪子模样，推开房门的前一秒眼神骤然收紧，冷冽下来，细微的情绪切换足以见得功底。推门瞬间配乐骤然停止，小马不多说一句废话，抬手直接拔枪射击。吴宇森赋予枪战独有的韵律感，也就是影迷常说的子弹芭蕾，双枪交替射击，风衣下摆随着转身肆意翻飞，火光映在他冷峻的脸上，每一帧构图都经过精心设计。我的感受是，导演用最残酷的打斗画面拍出极具美感的镜头表达，这就是独一份的无视暴力美学。可这场酣畅的复仇付出的代价无比沉重，中弹倒地的生番在小马准备离开时拼尽余力爬出来，连开2枪打中小马右腿，小马倒地前摸出花盆里最后一把枪，彻底了结生番，仇是报了，但他这条腿从此彻底落下残疾。视线转到宋子豪这边，整整3年牢狱生活，这3年他不停复盘过往，心里只剩无尽悔恨，满心期盼出狱后彻底脱离黑道，做个普通人安稳度日。但他根本预料不到，短短3年，香港早已物是人非。这3年里，弟弟宋子杰顺利从警校毕业，成为一名警察，可父亲惨死，哥哥混迹黑帮这件事成了他一辈子撕不掉的标签。上司看待他始终心存芥蒂，身边同事私下的议论从未间断，他只能拼了命办案，想用工作成绩证明自己。可越是拼命，心底对哥哥的怨恨就越深。有种你把枪拿进来跟我1对1，我看你没这个种。5703，喝一罐吃。没事了，谢谢。宋警官，什么案子？运毒、拒捕跟袭警。宋警官你都敢惹？先给他录口供。3年刑期转瞬结束，宋子豪出狱那天没有亲友等候来接他的，只有1名警察。我佩服你，为了朋友，3年来你一句话都不说。可笑的是你人在里面，外面的伪钞还是照应无。谢谢。面对询问，他语气格外平静，坦言自己再也不碰江湖纷争，只想踏踏实实重新做人。警察临走前捎话，3年前的旧案并未了结，同时给他一句忠告：想要真正洗心革面，就得扛住往后所有磨难考验。回到香港，大雨滂沱的街头，宋子豪静静等候弟弟。宋子杰远远看见他，积攒多年的委屈与怒火瞬间爆发，冲上去对他拳脚相向。宋子豪全程没有还手，默默承受弟弟所有发泄。在我看来，他心里清清楚楚，父亲离世，弟弟常年受人非议，根源都在自己，只要能稍微舒
赎罪，挨多少打他都甘愿。顺带提一句狄龙的表演，他把当年被邵氏搁置、失意落寞的苍凉感全部融进这个角色。挨打时隐忍憔悴的状态，完全是共情式的本色演绎。走投无路的宋子豪拿着钟伯写的介绍信，投奔坚叔的出租车行。这里没有经理，我叫华叔，你有什么事？华叔，台湾的钟伯叫我来找你。我在台湾做生意的，说牢就坐牢嘛，做什么生意啊？坚叔一眼看穿他刻意遮掩的黑道过往，宋子豪满心羞愧，低头递出信件。坚叔看完告诉他，车行里所有员工都有牢狱前科，但所有人都踏实过日子，改过自新。有的人喜欢收养孤儿，我这个人呢，喜欢收留囚犯。因为我自己就是囚犯的老祖宗。我认为坚叔虽然戏份不多，却是整部电影价值观的核心支点。他传递的观念很珍贵，社会对待想要回头的犯错者，不该是居高临下的怜悯，而是理解对方过往经历的包容。这份出租车司机的工作不只是糊口的饭碗，更是迷途之人重新站起来的底气。宋子豪靠着开出租车想用汗水洗刷过去，可命运没给他喘息的机会。某天在路边等客，他看见一个熟悉又陌生的身影，小马一瘸一拐在街边帮客人泊车擦车讨生活。更扎心的画面紧随其后，当年跟在他俩身后打杂的小弟谭成，如今一身体面西装，身边簇拥大批手下。路过时，他使唤小马给自己开车门，转头直接把钱扔在地上，当众羞辱小马。这段戏是全片情感冲击力最强的一幕，也是我看完久久难忘的镜头。曾经并肩闯荡、风光无限的兄弟，一个靠开出租勉强糊口，一个拖着残腿蹲在街头捡零钱。反观昔日小弟，高高在上，风光无限，江湖人情冷暖，翻脸的速度甚至快过子弹。宋子豪一路尾随小马到地下停车场，看见他蜷缩在角落，大口啃着冰冷的盒饭，再也忍不住喊出他的名字：小马。你写给我的信不是这么说的。小马，就算打到我的胸膛，我也报答不了你。什么话？你说这干什么呢？是我自己倒霉，跟你没有关系。小马，这里已经不是你我的天下，你还待在这干嘛？宋子豪劝小马放下执念，离开香港。可小马长久的隐忍从来不是认命，他一直在等一个能挺直腰板翻身的机会。他已经失去一条腿，丢掉曾经拥有的一切，唯独仅剩的尊严。我等你3年了，我要重新再来。宋子豪看着小马执拗的眼神，知道劝不动他，只能反复叮嘱千万别冲动硬碰硬。如今谭成势力庞大，正面抗衡无异于送死。小马没有反驳，只是提醒他多留意弟弟阿杰。阿杰一直在暗中追查谭成，早晚会惹出无法收拾的祸事。镜头切换到宋子杰这边，上司单独把他叫进办公室，先肯定了他这几年勤恳办案的表现。上报的升职申请却被上级驳回，唯一的阻碍就是哥哥有黑帮前科，出狱后还和旧相识往来。上司勒令他停止跟进谭成相关案件，怕他掺杂私人感情，判断失衡。那关我什么事？局里正调查黑社会混入警方的事，而且最不喜欢警务人员的家属是黑社会分子。我在执行任务的时候，从来没想到有这个哥哥。从我个人角度解读兄弟这条线，上司越冰冷强硬的安排，越能暴露阿杰内心的挣扎。嘴上一口一个不认，这个哥哥可只要旁人提起宋子豪，他立马情绪失控，嘴上浓烈的憎恨，底下藏的全是纠结、痛苦与无奈。兄弟二人中间这道跨不过去的裂痕，也是整部影片最让人唏嘘的支线。我们整体回看《英雄本色》里的3位主角，宋子豪一心想要回头上岸，身后却没有可供停靠的岸；小马拼尽全力想堂堂正正站起来，支撑身体的腿却早已被打断；宋子杰拼命想证明自己独立清白，却永远被哥哥的过往拖入泥潭。命运一次次把3人逼到无路可退的死角，但他们自始至终都没有真正垮掉。看到这里，想问大家一个问题：你觉得支撑他们哪怕满盘皆输，也始终不肯低头认输的，到底是刻在骨子里的江湖义气，还是心底仅存的那份自尊？欢迎把你的真实想法留在评论区。如果这期深度解读戳中你，记得点赞收藏。咱们下期继续深挖经典港片。我是大远，感谢你的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